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齐。这期视频我去探访一位书法家、画家。我现在在北京密云，我从大兴开车到密云开了2个小时，比回我河北老家还远。北京真的好大。好，现在我们去敲敲门。哇，这边真的是有一种书法家的那种感觉，而且看这个小院的感觉，真的是有意境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哦，还有狗，我最怕狗了。Hello，欢迎。哎，你好，姐，我是在微信上跟你联系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是宇宙无敌大帅哥王一奇。你好，我是陈默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来进来。这狗不咬人吧？不咬。他们就是你进来的时候，它象征性的那个叫2声。对。好，谢谢姐。这屋也是您创作的？对，也算是工作室哈。对，夏天了嘛，然后在屋里边有点闷，所以这个正好都是钢砂，它透气。沉默对应着狂想，浪漫深藏着寂寞，光环的背后可能是一滩泥泞，粗浊的深处也许是美丽的起点。恕我眼拙，因为我对这个文化创作这方面，尤其是画画呀、书法呀，我不了解没有文化。别这样说。它这个就是传统的山水画。这个是什么纸啊？这个是红星的生宣。宣纸。对，宣纸。手感摸着跟平常我们用的那个纸不一样哈。不一样，像这个是纯手工的机制纸，它用来画画就会差一点。像这个宣纸呢，它能留住墨韵。墨韵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看你这个画画的时候，这墨里边也要水去调，有淡墨、干墨、湿墨，所以你在湿的时候，它能留住你的笔痕，这样的纸才好。那个纸不好呀，你这个笔一上去呢，你这水分一多，它一下它就晕开了。晕散开了，没有痕。您是怎么走上画家这个工作的呀？这个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上学的时候我家的那个书啊本啊上面全都是我画的画。小时候家里不是贴那个年画吗？那个墙上那些年画，我那个本上全都是照着画的。上过那个培训班吗？画画的？对，那时候没上过，因为我画了很多之后，然后我妈看见了之后。画的这么好，当年就去美术班就开始学了，就这样就没有停止的学。我感觉阿姨就是也很有远见的一个人。是您在农村那会儿那个年代，其实是很落后的，人的思想也比较落后。对，更何况是在农村嘛。他能发现我画画很好，然后把我送到城里边去学习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来想，当时我妈的这个，怎么说？思想很有远见，对，也有主见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整个一个乡镇啊，没有，就我独一个，就是能出去学画画的。阿姨这么有眼光，就是也支持您画画。有没有一些事儿，就是能坚定的让阿姨更支持您？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啊，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老头去过我们家，然后呢，那个就是要饭的嘛，乞丐，一个乞丐上过我们家，然后在那儿住了几天，然后还能住几天？就在那儿住几天，妈就待着没事跟他瞎聊天。你看我们这个丫头，长大有没有什么出息啊？然后老头就随口一句话就说：“学习不行，耍手艺行。”那个老头是谁也没见过，那个人，他就在我们那儿住了3天，后来他就走了。一直也没见过。后来等我上2年级左右的时候吧，然后我妈发现就是我画的这些挺好，就想起这老头说的那话了。老头是不是隐士高人的那种感觉？就是过后，我妈想起来这老头说挺邪的，就是他，因为他长相呀跟那个什么的都是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。看看环境。OK， 好。我们家狗有点多啊，小动物有点多。我的小动物
全都是别人给的。这边是画室，刚看啊。这边是画室。对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画家呀，或者是书法家的这种家里边，跟你们的平时生活的不一样，是吧？因为对，真的不一样。我们这儿特别乱，因为东西摆不下，那个你画画的地方呀，甚至有的时候你这个画案它空间不够，你还要在地上。可以了，已经很棒了。没有那个有点乱，真的跟我们平常居家的工作呀、生活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猫还喝墨水。它干净的水不喜欢喝，每次都是跑这儿来喝这个涮鼻子水，喝的然后满脸的黑。我也是第一次来那个画家他们家里边，真的是有一种那个文人墨客的感觉。这是小院子。对，有时候在这儿那个喝茶呀，吃个饭呢，有的时候会在这儿烧烤。不只是屋里边有那种意境，院子里边也有这种意境。看那还有一个大锅，是吧？来，我给你看，这是一个灶台，就是在这里边炖肉啊，炖灯泡啊，对，炖灯泡，然后就可以围在这儿吃。石头都是我从这边有个核桃捡的石头，自己砌的。这边是我那个吃饭，然后生活的地儿，还是有点乱啊。哎呀，我们都这样，谁家里边都乱。这个黑狗是不是最淘气啊？这个太淘气了，你看它这个身上嘛，每次回去都是一堆的刺儿，然后你给它摘完了，然后它又出去滚一身回来。好，现在开始画家和书法家的一天，我们现在看一看他在做什么东西。每天都得薅薅草，不然这个院子就没法看了。就是我感觉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和我们想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。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也是普通人呀，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嘛，你要从生活里边提炼出很多诗情画意的东西，都是来源于生活嘛。你要不要体验一下？也行，就把这点都给他对弄。我感觉我干活的架势还没您这个专业。没弄几下就习惯了就好了。这个中午能多吃2碗。不是我腰不行。就这2下就完事儿了，就不行了。我那个腰间盘突出，前段时间刚好。您每次画画之前有没有那个仪式啊？比如说要焚香啊、喝茶呀、或者是静心呐、那种感觉。如果有这些仪式之后，那就不想画了，就想躺那儿享受了。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，就是你想画了，你这个画案上一直铺着纸，这个工具一直就是在这儿摆着，你想画到这儿就拿起笔就画。刚开始我为什么这么问，就是在我印象里边，画家或者是书法家，他们的生活状态还停留在电视剧或者是影视里边，所以说问的问题有点奇怪。因为电视剧里那是演出来的呀，说废纸3000是吧？不管写字儿还是画画，那你得是多少个纸、多少个废纸堆出来的，都是练出来的。对，那么你每次都要寻找这个感受的时候，你再去练，那你得浪费多少时间？画画和写字儿应该也是属于创作类型的，对吧？画画啊，它是临摹、写生、创作，临摹、写生、创作，它一直是这几步是需要循环来做的。怎么能从别人临摹的这个技法转换到自然界里边去转换你这个笔墨？然后学习完了，我们到大自然去实践，最终我们通过写生。然后再去临摹，然后再去创作，再去创作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。对，听的也不是很明白，但是大概的感觉我懂一点了。外国画都是有什么类型的呀？外国画，因为我涉猎的很少啊，这个外国画，外国说白了就是西画嘛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在高处他们都有相似之处。其实有一些我们可能是方法不同，但是道理还是同的。我觉得首先中国画就够你学的了，它里边
会有很多的道家文化呀，就是脱离我们技法的一些东西了。把自个儿的气，把自个儿的感觉嗯融入到画里边。这个是我看小说的达到的一种境界。这个没有那么玄乎了，这也是你要多年的学习跟积累的，它不是玄学。我虽然对画不了解，但是我看的中国玄幻小说比较多。现在我们要去买菜，因为今天是记录画家和书法家的一天，今天蹭一顿饭。是自动是吧？对，自动挡。行，先带你逛一下我们的作品。啊，你这车技挺棒啊，姐。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我们现在去城里。而且我发现您开车好像都不用导航是吧？啊，对，这太熟了。挺厉害。嗯。啊，您的作品已经铺到密云城里边了。有一部分。现在我们去的这个墙呢，是在2023年的时候画的，那个长度呢200多米长吧，然后有38个就是内容。这个都是您画的？对。这么长？哎，画这个是不是他们需要支付一些费用？当然了，这也是画家谋生的一种手段。这些呢，就是画的密云古村，密云的村落有特点的，像这个就是，九乡之路，因为我们这儿有一条路啊，它整个这一条路上有好几个酒庄，像张裕爱妃堡啊，那个橡树堡啊，那个好几个酒庄，所以它有一条路都是产葡萄酒的。梨寨，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村子。它的梨特别的有特点，梨很好吃，满山都是梨树，凌霄梨呀、香水梨呀。这也是当地应该是找您画的，对吧？对对。那这么说，您的那个在当地应该是很出名的了。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吧？不要谦虚。吉家营吧，看这棵树呢，是在新城泽镇有一个3500年的这棵古树。它叫9搂18叉，就是它的这个粗度是要9个人去环抱的，对，手拉手才能给它抱住。然后它有18个枝杈，所以叫9搂18叉。然后呢，那个刘叔叔给我配了一首诗。现在我们看一下陈默老师139米的画。开往春天的小火车，从北京到古北口的。然后密云水库，密云水库知道吧？对，密云水库我知道，基本所有的人都知道密云水库。然后它密云水库里边其实有成百上千的鸟，种类非常多。但是呢，我们画的时候，因为想表现的是整体嘛，所以没有画那么多。也是做了减法了，把不需要的都去做了。对，你要看的是整体。画这个画的时候，脑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思路啊？就是说，整体的大概的思路。那当然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去买菜。有点多呀。没事儿，不多，真的挺棒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开始去买菜。中午跟着画家一起吃饭。好，让我给你露2手。我也可以做一点东西的，因为我在家也做饭。密云很多地儿您都画过，对吧？对，你看前边，我们这条路往前走呢，就是那个古道雄关守护密云。好多人上这儿来买菜，因为它，有好多老百姓自己家的菜啊什么的，包括密云的一些特产啊，平时也是在家做饭，然后经常出来买菜。对。这儿就是跟赶集似的，是，对吧？跟我们老家那集也差不多。很丰富。你看这些食品，就是很多都是老百姓自己家的。你想吃什么？我都行，我不挑食。那你想做什么？还要做饭呢。我还要做饭呢。你不是说你想露一手吗？行，没事，行，好了。哎呀，来，我拿着。我感觉我扛着这个袋子有点土。找一个地儿买点儿。
块。啊，露天芹菜没有，好吃。就让我告诉您，露天芹菜。哎，我扫，我扫。不用，你别。我扫，你别扫。哎呀，我扫完了。我手机刚打开。是吧？大筐。哦，3.9块。哎呀，你就别。哎呀，我付了。今天我们出来还是比较晚了，对吧？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小窝火，家里还有一个猪蹄儿，我就这些袋撕了啊，拌一个耳朵。中国人吃耳朵、猪头肉啊比较多一点，是吧？对，好像外国人吃的不多。他们好像都不吃猪的内脏。你看我的盘子啊，每个都不一样，我特别喜欢买这些个瓷器呀、盘子呀。做饭之前我还说呢，我说我要帮着做饭呢，炒菜呀，或者是切菜，然后我一点什么都没有做，最后端一个菜吧。哇，真的好丰盛！今天这个做的太简单了，特别简单。这已经很丰盛了，姐，真的。没有，这个是猪蹄儿，卤猪蹄儿，那个猪耳朵拌黄瓜，我们都叫它小倭瓜，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叫。然后这个炒豆腐。蘸酱菜，真的挺丰盛的。而且我刚才看您做菜呀、炒菜、切菜，真的是很利索的感觉。因为从小会做饭，欢迎。谢谢姐的款待，谢谢。别客气啊。哇，真的好吃。啊，这个拌的菜也好吃。这个猪蹄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特别诱人啊。全是胶原蛋白。豆腐这边卖的豆腐都是卤水豆腐。对，我刚才看您做饭真的太利索了，嘁哩呱啦嘁哩呱啦一桌子菜出来了，好棒啊！你做饭的那个感觉跟您画画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豪放啊！对，你画画的时候给人一种很豪放的感觉。我经常第一个就是新认识的朋友，我给新认识朋友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温柔，有这种感觉嘛。然后等到认识了、接触了以后。然后我身上的那个温柔就褪去了，慢慢就没有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山里。OK， 走，看看我的另外一个创作的空间，是在山上，那个地儿比较适合写生。现在我们去看看陈姐的另一个创作基地，叫墨姐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看一看墨姐的另一个创作基地。OK， 现在我跟着墨姐来到了她的另一个创作基地。这边是大山里边，来，你们可以看一看这边，这边都是山。没弄好，还没有入秤。这边是个画室。啊，这边是画室。哇，这儿视野太棒了！哇，从这儿看那边仙气飘飘的。你看今年的梨，哇，看见没有？一些小点点，看到了，果子都是梨。这个村子你看见的树们，都是果树。你看栗子树、核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，这个您都能分得清。这一看就知道什么树啊！我看不懂。这梨树，这是李子树、杏树。这边可以看到大山。对，你想上去吗？上那山顶很快，几分钟就能上山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。那走。现在莫姐要带我上山。对于我这个生活在平原的人来说，上山真的是有一种
吸引力。是吧？对，我很少上山，就去过2、3次。那平时您上山是不是上山也挺多的？对呀，经常上山呀。我们出去写生，那都是扛着装备上山啊，画笔啊，然后画架子啊、布啊、纸都得扛着去上山。所以说，对于一个画家或者是书法家来说，那个有一个很好的体力也是一个必要条件。当然了，身体很重要。不只是画家，我感觉所有的人应该都要有一个好身体。我这刚走了几步，我就感觉有点喘呐。这得哪到哪儿啊？你看这小山路美不美？美，是吧？哇，这都是梨树。啥都认识啊，姐。农村长大的孩子呀。我也是农村长大的，我咋不认识？哇，看这个景色。哇哇，太美了这儿！大山那个。现在莫姐已经带我到山顶了。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你平常的生活的状态是吗？对啊，平时没事就去山上溜达溜达，带这些装备。你看茶洗一铺，然后带点茶，带咖啡，然后往这儿一坐，先享受一下美景，然后也可以坐这儿画一画。这种状态真的是非常的惬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有一天不当画家了，改行有想过吗？前面的路已经走得这么艰难了，说白了也是把很多的退路都已经斩断了，没有退路，那你未来就是以画相伴嘛。就是现在这种生活状态，就是你感觉还有没有什么要提升的？画工啊，或者是艺术的审美啊，都已经很大了。但是，我现在挣的钱，或者是我现在的这个层次，好像还没有提高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的感受是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未来想过的。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就是95%的人都是向往的生活。我没有什么感觉。您现在感觉你的生活就是很平常的？对，很平常。但是你有自己的时间，然后可以来山上。因为这个就是我的生活的其中一部分。刚才咱们聊到说，你学习哈，家里边临摹，然后出来写生，然后创作。你有没有想过啊？突然有一天，您成为一个非常大的、非常有名的那种画家，有没有做过这种的？那你选择了这条路，肯定想做到最好。这条路就是你越想做到最好，然后最后你发现吧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当然想，尤其是像现在自媒体发展，流量更多一点，人们关注度更高一点，也许它的知名度会也有帮助。但是我觉得。也不要就是太过于功利吧。拍视频呢，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拍，我觉得也是在记录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。很多人现在拍视频，包括我也是想一下就火起来，或者是在等待这个机会。我觉得还是要稳稳的来，像你说的火了，那可能一下就打破我现在的一个生活了。哪方面您更想得到？比如说爆火，然后提升自个儿绘画的技术。我没有想过爆火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太平常吧，就是一边提升一边那个流量再好一点，或者是知名度慢慢的提高一点，这样会更好。您还是说比较就是有内在，然后驱动外在，是吧？我觉得大部分是这样吧。我就希望突然哗爆火了。那爆火之后呢？爆火之后，想办法持续的爆火，然后再持续的爆火，就是不断的去优化自个儿的内容。爆火也许只是一个开始，然后能持续的火，应该是最好的一个能力。你没发现你坐在山里边没有一些时间概念了？还好吧，我的那种感受能力没有你感受能力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下山了。我也算是体验了画家一天，和我刚开始心里想的还是有一些反差的。这是子母石，这一整个的石头叫子母石，它是一个整个的，但是里边有很多的小的石头。我看着像是用那个水泥铸的呢，这个算采风吗？
也算吧。也算采风是吧？也算是画家的一部分。这个生活真的是让很多人羡慕。其实不用羡慕，随时可以。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是，没有这个条件的。您生活和工作其实也没有分得这么开，是吧？对呀。就是工作里边就生活了，生活里边就工作了，没有说是，把生活和工作分开得很清楚。好像工作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很陌生，我只是一少部分吧。体验这一天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收获吗？有一点累，然后就是很赶场的这种感觉，不能算是特种兵似的这么赶场，也是排得很满。我感觉今天这一天，但是还好吧，可能你只有来一天，所以我就带你，都是就是怎么说呀？能体验的全部对体验了。对是，但是其实每天我都是分散的这样干的，不是说一天要干这么多，也都差不多吧。作为一个画家和书法家，生活就是不能算是很累，就是真的是生活和工作是融入到一块儿的。对，是的。对，跟我们正常的去给别人工作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不一样。OK， 好了，今天就是我跟着沉默姐姐体验的画家的一天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给我的视频点个关注。然后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拜拜。